怎么样把你的水下照片从这样变成这样，又或者一键从这样变成这样。大家好，我是许涛，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海豚与兔子。今天我们来看一看水下照片如何后期。最近不是去游泳池拍了一些这个水下这个美人鱼的照片嘛，还有这些汉服的都非常漂亮啊，很多朋友也都很喜欢这些照片。而且呢 Lightroom 最近又出了一些新的功能，所以呢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再说一下这个水下后期的这个原理，以及如何去迅速的修正这些偏色、不透明失掉颜色的这些问题。在教学正式开始前呢，跟大家先讲一下，就是这一期我所使用的2张照片我会放到我的网站里面，然后呢，这个照片的下载链接呢，我会放在视频的这个评论区里面，大家可以免费下载下来，这样呢，你们可以跟着我一起做，一起来学习一起来练习。首先我们要认识一个正确的观点，就是水下照片在拍摄的时候这个文件的格式一定要是 RAW 文件，就是最原始的文件你如果用了 JPEG 去拍，那么它的后期空间就非常非常小。而水下照片在拍摄的时候，不管你使用的是什么相机，比如说这一台 A7 III 或者是 A7R4 现在更新的索尼的这个 A1 都是没有问题的。你或者是用以前比较老的，像这种微单A6400、A6000系列的这种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们都是可以拍这个原始 RAW 格式文件的有了这个文件以后，它的后期空间呢大大增加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水下照片在拍摄的时候，所有的这个片的原片，我们看看这个片的原片它的颜色都是发青发绿的，对不对？它失去了很多颜色。后期以后呢，你看很大程度上它就变得非常的亮丽，然后呢通透，而且肌肤的颜色也回来了，美人鱼的尾巴的颜色也出来了，对不对？然后我再带你们看一看其他的另外一张照片，就是如果没有修正它之前，它一样是发绿，就是发青的颜色，感觉肌肤的颜色都怪怪的，好像是白平衡不对或者怎样，但是修正了以后呢，又是非常漂亮的。我们再来看一张例子，就是说，比如庄子老师的这一张，在水底下，你看红是红，白是白，然后呢对比非常的好，而且背景的蓝色非常的通透但是在没有后期之前，你看它的颜色是非常的暗淡的，就是完全没有主体的感觉，而且很难看这些它们其实都是有一个原理的，就是你在去学潜水课的时候，这个东西我以前讲过2-3次，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就是根据你去的这个地方的深度的不同然后呢这个光的光谱它的这个长短频率是不一样的，然后呢你随着你去的这个水深的地方它的红色先被吃掉了，接下来就是橙色，再往后呢就是黄色，这些颜色都没有了以后，最明显的就是绿色和紫色。这就是为什么刚才在游泳池里拍的照片，你看有没有都是发绿的，就是因为它前面这3种颜色基本上都被吃完了如果你是去潜水潜的比较深，你会发现后来就是紫色，再后来就是这种暗蓝发青的这种颜色因为包括绿色它都被吃完了。所以我们现在知道这个问题了以后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些缺失的颜色补回去，那么这张照片才能恢复它原来的样子，对不对？那么补回去这些颜色呢，如果没有这些颜色你是加不进去的，那么呢你只能去减它的对立色，你把它的对立色减掉以后，那么它原来所少的这些颜色就会显得比较明显，对不对？这里我给大家讲一个这个非常关键的概念就是这个对比色的这个概念。如果我们看到这个 Lightroom 里面它这些3个这个色轮或者我们看一个这个比较大的这个色轮也是可以的。然后我们来看一看你看这个色轮的颜色如果它发绿的话，是不是这些紫色和红色就被吃掉了？那么如果你想把这些紫色和红色都补进去的话，是不是就应该去减它的对立色，也就是说要把绿色减少。那么有了这些思路和我们知道问题了以后，那么这张照片去怎么开始去修，我们就有了思路，对不对？要校正它的颜色，减绿，增加它的红，然后呢把其他的这些通透的颜色都拉出来，然后这张照片就基本上达到一个非常好的起点了，是不是？知道了这些以后呢，那么现在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用这张美人鱼的照片如何去修正我们把它全部 reset 一下，变成原来这种完全没有修正过的这种灰蒙蒙的颜色。那么去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按照我刚才说的，去到曲线这个地方第一步记住在绿色将近高光和中等的这个地方呢打一个点，然后把它往下拉，看见没有？
是不是颜色瞬间就好很多？有这个曲线和没这个曲线的这个区别，没有曲线和有曲线，就绿色这一根，它基本上就把这个问题大部分就解决了啊，就这么简单。那么剩下的时候呢，你可以去白平衡的地方稍微呢加一点这个暖色，因为呢它失去了很多红和黄，所以加一点这个暖色对皮肤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哦。然后你再看这个紫色，你稍微加一点，它加一点红进去的话，然后肌肤的颜色会显得更自然一点，对不对？然后在水里面，如果你想让它更通透一点，这个 clarity 这个清晰度你稍微加一点，然后呢它呢会变得更通透。再往后呢，你可以加一点这个对比度，去曲线这个地方啊，打3个点在这个阴影，然后呢还有这个中间这个部位，还有高光这个地方打3个点，然后呢做一个非常小的这个 S 型，把这个暗的地方呢稍微拉暗一点，高光的地方呢稍微呢加这么一点点就可以了，不要多，多了以后颜色会偏掉啊。所以呢，就非常非常小的一个这个对比度的这个曲线，这个基本上就做好了啊。然后做到这一点以后，这个照片这个冲突就基本上完成了。所谓的冲突的意思就是说，它整体的感觉就出来。你看，这是没有修过的时候的感觉，这个是修过的时候的感觉，是不是已经好很多？那么接下来就是要细调了。接下来这一部分跟我第一期的这个潜水照片这个教学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这个 Lightroom 它现在出了一个新的这个局部调整啊，叫 Masking 这个功能，它跟 PS 的 Masking 是不一样的啊，也就是蒙版。它这个 Masking 其实就相当于局部调整。以前你要想把这个人物和这个美人鱼勾出来，你要进 PS 比较精细一点，而现在呢，瞬间就给勾出来。也就是说，做到这一步，在以前的这个步骤里，我会动这些就是其他的颜色啊，去一个一个调整，而现在呢，基本上不太需要去动这些。如果你背景颜色都已经做得非常好了以后啊，然后我带你看一看我一般现在应该怎么做。点这个圆圈呢，它会进入这个 masking 这个功能啊，然后下一步就是 select subject， 就是选择主体，然后你稍微等一下，它会把这张美人鱼整个给你选出来，只要是人物、动物之类的，它都能选。你看选得非常好，整个发红，一点点其他都没有选错。那么做到这一点了以后，这个面板出来了以后，它所有的都是根据美人鱼有关系的。那么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个美人鱼的这个 texture， 也就是说相当于磨皮了，稍微降一点，就不需要那么的锐，对吧？然后 dehaze， 你看你剪它，它就变亮，你呢稍微加一点，它的对比度就上去了。clarity 也是一样的，清晰度上去了，它会显得非常的对比。但是呢，你降一点的话呢，它这里呢就会显得它的皮肤稍微好一点。所以说这个是局部调整，也就是说周围的东西我让它对比度大一点，但是它的皮肤和衣服我让它的对比度稍微小一点。然后接下来你可以看你的这个 shadow， 就是它的这个暗的地方啊，然后你稍微打亮一点，是不是这个主体就起来了？你再把这个白色啊，这个稍微呢加一点，这个主体是不是又亮一点呢？同样的。这个人物呢，它缺了很多黄和红，在这个地方你唯一能把它加进去的就是这个白平衡，你再加一点这个白平衡往暖色的地方加，是不是就好很多？然后呢，再把这个就是 saturation 呢，这个饱和度呢再加一点，这个人物呢是不是一下子就上去了，这个颜色就出来了？如果我们把这个照片现在看一看。完全的以前和修正到现在这个步骤是不是已经非常好了？但是修到这一步呢，你还可以继续去往下修。现在做到这一步，我们只做到了2种对比，它还有一种对比啊。首先做到一个照片，你要能做到3种对比的话，它显得就非常的立体。首先就是这个景深的对比啊，在水里面的对比，因为水周围都是浑的蒙的，所以你主体只要跟背景分开。它自然的形成了一个对比，而水下的照片，你可以看我这张照片是用 f5.6 去拍的，ISO 3200，然后呢是用的16毫米。为什么不用大光圈在水底下？是因为球面镜嘛，如果你用大光圈的话，它周围是虚的。你看这张美人鱼，它整体是湿的，是因为景深比较大的缘故啊，比较深。然后呢，水底下的照片其实是用 f8 到 f11拍的更多一点啊，这样子。所以我为了水底下这个 ISO 不是太高，所以把光圈稍微降了2档这样子。如果我们再往下看，还有一种对比呢，就是颜色对比，蓝色和黄色是对立色，对不对？水是蓝的，人物的皮肤是黄的，我让这个美人鱼它穿的就是一条黄色的这个美人鱼的这个鱼尾，而不是其他颜色，就是为了形成对比。而且你可以看我其他的照片，红色的对比的也都非常的好看。对不对？蓝和红，还有橙色、黄色，但是你要是跟其他的颜色放在一起对比的话，它就相对的没有那么明显，对不对？如果是蓝色和蓝色，对吧？所以说
最好是对立色，它出来的照片比较漂亮了。然后对立色这个对比做完了以后，还有一个对比就是说的是明暗关系的对比，主体一定要亮，然后呢背景一定要暗，这样才能突出主体。那么做到这一步的时候，大家要记着要去给这张照片呢加一点暗角。如果这种水下照片做出来，它周围的边框是黑色的，它就会非常非常好看，因为主体是非常明显的。加暗角就是这个位置了，你看加了一些暗角以后，周围自然就暗了。这里面有一个就是窍门啊，你把这些调完了以后，这几个你随便调一点看一看，大概什么样的情况下主体是比较亮一点，然后呢再把它羽化一下，然后呢暗角不要那么的明显。你看这是没有暗角之前，是不是主体并不突出，没有那么立体感？加了暗角以后，是不是你的这个目光就都集中在这个美人鱼上面？因为它是唯一一个亮的地方，眼睛它就会去看这个亮的地方，没有错吧？所以大家记住这个景深对比啊，这个颜色的对比，还有这个明暗的对比，你都做到非常好了以后，这张照片它的立体感就出来了。当然了，因为这张照片我拍的时候是没有用闪光灯的啊，只是用的自然光。如果用了闪光灯，这张照片其实不需要这么去干，因为呢闪光灯我可以把快门速度调低，然后让背景呢相对较暗，而用闪光灯给前景补光，让模特变得非常的亮。这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手法，所以后期的流程也是不一样。这个仅限于自然光，用简单的相机，甚至是 GoPro 的 RAW 格式 ，GoPro 7以上都有 RAW 格式啊，我去拍的照片，后期就是这么干。用了闪光灯那个就更专业了，也不需要这么复杂的去把这个明暗关系，因为你前期就可以做得非常非常好了啊。然后你看，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张照片，这是没有修正以前，是不是基本上就没法看？就是发绿的颜色，也就是这个册子上发绿，因为前面这3个颜色全都被吃掉，所以它发绿，对不对？但是修正以后是不是就非常好？我还要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就是说我的这个水下的这个调色滤镜包啊，有视频还有照片都在网上，这些东西其实是也可以一键就打成这个样子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现在把这个照片的 reset 变成原来的样子，然后呢，我们回到这个 preset 里面，你看这里面就是有我的一个海豚与兔子这个滤镜包的预设啊，这个在我的网站上是有销售的。你看，如果你要是点上去这个暗淡情绪的，是不是它直接就基本上出片了？就是一键，这都是以前总结出来的，而不是用这张照片去做。你也可以用澄清色调，这是不同的一种感觉。稍微蓝色就是发这种，就是稍微饱和度低一点啊，皮肤发橙的那种感觉。然后呢，还有这种皮肤发白，就是看你需要什么样的了。当然了，这些碧蓝的这一套 preset 就是在游泳池用的，而这个忧绿呢就是在海里面用，所以忧绿就不适合这一套。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这个美人鱼的这个鱼尾，这是在后面抓拍了一张，显得这个尾巴比较大，然后身子在前面啊，这个是用广角拍的。如果我们没有后期之前，这张照片是这个样子，一个问题，对吧？后期了以后是这样，我们现在把这个照片 reset 掉，变成原来的样子，同样的用我做的这些 preset， 你看一下，就是是不是一键就出来了？这个也是一样的，基本上就出片了。这一期教学视频呢，就先做到这里，希望有帮助到大家。然后呢，我的这个滤镜包在网上也有销售，大家喜欢的话可以直接去购买，然后可以帮你一键就基本上达到你所需要的这个水下照片和视频的这个最终效果了啊。加上微调，你就应该呢非常非常的满意，大大的节省了你的后期的时间啊。你懂了这些原理以后呢，你修正这些照片起来呢更是游刃有余啊。谢谢大家支持，那么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拜拜。